昨天7月3号，严明富在北京去世，终年92岁。严明富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多数都不知道啊，但是经历过89一代的人，对严明富3个字应该说是耳熟能详。89年的时候，严明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统战部的部长。89年这个整个学运，他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啊。参与过89学运的人呢，对当时中共的高官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应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这里头最著名的肯定是赵紫阳和温家宝啊，去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温情喊话。当然了，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啊，已经必定下台了。他是以那种方式来做自己的政治告别。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16号，严明富在下午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他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温情喊话，他说啊，同学们呐，你们这几天的爱国热情已经感染了、感动了全国人民，但是啊，你们没有权利啊，用摧残自己生命的方式来争取本该属于你们的权利。所以啊，我恳请你们能够结束绝食，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在这里静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啊，你们可以把我当作人质。他说啊，很多事情啊，不是说一蹴而就就能够马上实现的。希望学生啊也能够给他们一点点时间。但是啊，他的这个讲话虽然在现场打动了很多人，但是也没有改变整个局势的向前发展啊。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啊，在严明富去世的这个日子里头呢，跟大家一起回复严明富在整个8964过程中间所做的种种努力啊，以及这种努力失败之后对这场运动的影响。严明富呢是翻译出身，他父亲呢也是中共的一个高官呢啊。然后呢，他由于翻译做得比较好呢，在建国之后不久就调到了中南海里头做俄文翻译。他呢曾经参与过毛泽东啊这个跟苏联的几次访问，在访问的过程中间做翻译嘛。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啊，被关到了秦城监狱。据他自己回忆啊，当时他在秦城监狱被关起来的时候，跟他父亲呢关的就隔了几个监舍。他的父亲后来也被关到了秦城，就死在了秦城监狱。那么从秦城放出来之后啊，改革开放之后呢，他一开始到全国人大当了一个副秘书长，在之后呢又做了这个统战部的部长。很多人可能会奇怪啊，就是在89运动过程中间，一个统战部的部长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整个运动中间的一个漩涡呢？这里头有2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就是当时的统战部啊成立了一个叫知识分子局，这个知识分子局的副局长就叫陶思亮。陶思亮是陶铸的女儿啊，就前几天在网上还怼司马南的就是他。那么知识分子局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啊跟这个当时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一个部门。当然这是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啊，更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严明富。就严明富本人呢，他自己啊跟赵紫阳是一个政治盟友，他比较认可赵紫阳呢在学生运动过程中间的一些看法，同时他也是赵紫阳在改革过程中间的左膀右臂嘛。所以在89年学运兴起之后，统战部就成了中共高层啊跟学生沟通，以及试图啊这个把整个运动啊这个平复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大家都知道89年5月份之后啊，风云突变啊，一件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当时的学生的绝食。这学生的绝食呢，据王丹回忆啊，最早是起源于5月11号，因为这个学生他们认为绝食啊可以对中共当局产生更大的压力。还有一个背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马上要访问中国，访问北京，这个日程是早都定了的，就是5月15号到5月18号对中国进行访问。那么5月15号到5月18号进行访问，在国际上都是个大事儿啊，因为中苏这2个国家已经有30年来没有打过交道了。然后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又是世界上2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这个冰封此前30年的这么一个隔绝啊，进行的一次握手。而事先已经计划好了，在天安门广场要进行一个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邓小平也在5月16号在人民大会堂呢和戈尔巴乔夫见面。世界各国记者云集北京，所以当时的这些学运领袖们就认为啊，这恰好是个时机，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如果可以进行绝食的话，
那么世界各国的记者就会拍摄到学生绝食的场景，就会给中共造成更大的压力。据说是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啊，5月12号就拿到了这个绝食声明。那么5月13号这一天，学生们就决定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而这个时候的严明富啊，这所在的中央统战部就成了当时沟通学生和中共高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据周舵回忆啊，就5月13号的一早啊，这统战部就给他们打电话，就要求他到统战部啊去开会。那一天的上午啊，统战部有2个会议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呢就是严明富主持的，胡启立参加的，跟这个新闻界的一些人物啊进行座谈。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呢，就有大名鼎鼎的戴晴。戴晴事后回忆啊，就说这次会议中间，胡启立啊参与的会议啊，主要是在讨论一些更比较宏大的问题，比如说社科院啊有一个人研究新闻法的人叫孙旭培，他在那个会议上就建议应该成立应该制定中国的新闻法。他在讲的过程中间呢，这胡启立就在不停的记。然后呢，戴晴发言的时候呢，戴晴就在讲啊，他说这个报纸啊没有必要都由国家来办，没有必要都来党来办。除了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以外，也应该允许一些像晚报啊有市场化的媒体来进行经营等等啊。这是一个会议。另外一个会议呢，就是由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局的副局长陶思亮主持的啊，这个跟党外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参加这个会议的呢，就有周舵、有郑也夫、有张立凡啊，这么几个人。在这个会议过程中间，大家主要讨论的当时的是时局，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学生一旦进入到绝食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之后啊，整个局势未来或越加不可收拾。在这个会议过程中间，严明富就从那个前面那个会议到了这个会场。严明富当时也跟郑也夫啊、周舵他们讲，他说现在的形势啊非常危机呀，因为学生如果这么搞下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共的镇压。他当时也讲到了，他说学生们应该意识到啊，他们即便支持的那个改革派，他也应该给这些改革派一些喘息之机啊，不要把这些改革派也逼到最后没有办法做决策。同时他在那个会议上也讲到啊，学生不应该批评邓小平，不应该喊打倒邓小平，因为他说邓小平实际上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间是一个怎么说，他就要挡风墙。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那些保守派可能会更严重，或者说势力更大吧，就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么与会啊，当时大家就商量这么一个结果啊，就请这些开会的知识分子呢，去找来学生的这些领袖啊，共同跟严明富做一次沟通。那么开完会之后啊，周舵啊、郑也夫啊这些人就分头去找学生了啊。到当天晚上的7点钟左右，他们就把这个学生的代表啊，一共大概有30-40个人，一起拉到了这个统战部的会议室。当时的学生啊，实际上分为好几派啊，一派就是高自联系统的，还有一派叫对话团，还有一派叫绝食团。每一派啊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啊，聚集在这个统战部的会议室里头，跟严明富他们进行沟通。但是啊，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没有起到一个特别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学生当时在绝食的时候，他提出来了2点非常重要的主张。第一呢，就是成立高自联的合法性；第二呢，就是要否定426的社论，承认学生整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呢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但是这2点呢，实际上啊，对于中共来说要是承认都是非常困难的。就在5月13号的晚上，这一天，这个赵紫阳就去了邓小平他家开会，那与会的还有杨尚昆，还有李鹏。在这次会议过程中间，后来李鹏写了那个日记，叫《关键时刻》，是吧？也回忆到了这个会议的场景。赵紫阳呢，在会议上就跟邓小平汇报了马上要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一些情况，也同时提到了这个透明度啊，增加这个跟学生的对话的机制啊，等等啊。据李鹏的日记里的回忆啊，这个邓小平当时对赵紫阳就已经不是特别的高兴了。他当时说，他说透明度的事情啊可以研究啊，具体怎么弄。但是呢，他紧接着就讲，他说你讲的这些话我都听不懂，我现在老了，我都听不清了。实际上是对赵紫阳的一些做法就已经有些不满了啊。
而且最后邓小平还专门说了一句，他说学生的非法组织不能承认。这是5月13号啊，5月14号这一天，戴晴啊，就是在《光明日报》呢组织了一个由12个知识分子在一起的座谈会，也是对时局进行一些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严家琪啊，有刘在富啊，李泽厚啊，温元凯啊，这么一大帮人。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大家肯定都讨论时局嘛，大家对时局的看法。讨论着之后呢，大家就都是说应该劝广场的学生撤离，因为毕竟学生在绝食啊，这绝食实在是当时都觉得这个东西一旦这个时间发展到绝食的这种地步的话，整个时局就不可控了嘛，这带有极强的悲剧色彩嘛。是吧？开会的过程中间，戴晴就把电话打到了这个统战部，就把他们这12个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么一个想法告诉了统战部，也就是告诉了严明富。不久呢，严明富电话就打回到这个会场，然后呢，戴晴就让严家琪跟这个严明富讲述了这10几个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后来就决定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在国务院的信访局让这12个知识分子跟学生进行对话，商量出来一个方案，然后呢，这个方案呢再由严明富向中央汇报。紧接着当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戴晴嘛，他们下午就到了这个国务院的信访局，于是呢，这个统战部接来的学生在国务院的信访局跟戴晴他们在一起的来商量。据戴晴事后回忆其实这一波来到现场跟他们沟通的学生实际上非常温和。他们都很快就同意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这个看法了。可能是一方面觉得这些都是平时尊敬的学者前辈另外一方面戴晴也讲了，说这些人太年轻了，他们的那些头衔比如说常委总指挥都是在几分钟之内，可能一阵喊口号的过程中间就确定下来了。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战略，也没有什么战术的意识当时都是头上缠着白布条。与会的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场呢，就起草了一个叫紧急呼吁。这紧急呼吁主要是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要承认学生的高自联是合法的。第二呢，也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第三呢，就是说谁也不能镇压绝食的学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呼吁学生尽可能的能够结束绝食起草完这个之后，他们在国务院的信访局复印了12份。然后呢，戴晴他们这些人知识分子呢，跟学生一起就坐着这个车到了统战部。据他说呢，他到了统战部之后进到统战部的大楼，当天晚上7点钟左右见到了严明富。而严明富这一天呢，在下午的时候是本来他们是组织了一个12个正副部长跟北京市20所高校的学生进行对话，就在这个统战部的大楼里面这个对话这个会议是下午4点45分钟开始召开的。而他对话的这个对象呢，主要是沈彤，还有一个叫什么小吉的他们这一派主要是对话团的，就是当时学运里的对话团的。这个会议一直都开到了晚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呢，不欢而散了，学生就冲进了这个会场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就当时学生运动由于流派很多，这个运动的组织者这个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实际上这些想要跟学生沟通的人会发现有一个问题特别令他们困惑，特别苦恼，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去沟通，或者说这些学运的领导实际上对底下这个学生的约束力也是非常弱的。这实际上是群众运动中间最大的困惑之一据戴晴事后回忆他见到严明富的时候是在统战部里面一个餐桌上，那个餐桌上杯盘狼藉，放的都是一些饭盒，都没有时间去收拾他说吃的也都是非常简单的快餐严明富一脸疲惫地坐在那个餐桌后面。当时戴晴就把这个知识分子的那个呼吁的3点声明告诉了这个严明富，就是说要承认学生是合法的组织。第二呢，要否定426承认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最主要这2点严明富听完之后就跟他说根本不可能，对，就是中共根本不可能承认高自联是合法的。但他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让中央总书记或者总理派人到天安门广场跟学生见面，看望学生，然后呢学生撤离。他
他可以争取做到这一步。他就希望呢，戴晴啊能够去代表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去跟广场的学生去斡旋。戴晴呢就答应了啊，然后他们这12个知识分子就一起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呢，就进到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3层的广播站。进到了广播站之后呢，这11个人呢就轮流发言，劝学生尽可能的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就是看能不能让中共的高级领导，包括总理啊，或者是这个总书记啊，到天安门广场来看望学生，然后学生能够答应这个在第2天，也就是5月15号这一天让出天安门广场。因为5月15号这一天呢，就是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日子嘛。按照事先的规划啊，5月15号应该在天安门广场啊举行一个欢迎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欢迎仪式啊。因为戈尔巴乔夫那肯定要给予一个最高的礼宾待遇啊。那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那你想想，整个活动都没办法进行了嘛。但是据戴晴回忆，是当时的学生啊对这一点不是特别感冒，他们就说，他说那来了之后，那总要说点什么，不能光看看就行吧。后来呢，最后啊，这12个学者呢没有办法就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整个劝服学生的这个过程也没有达到效果。他们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啊，又回到了统战部。那个时候，严明富还在这个统战部等着这些学者呢。他看到这些学者回到统战部之后，就说：“他说各位辛苦了，你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啊，请回吧，请回家休息吧。”5月15号一早啊，这严明富呢跟李体应啊，他们又跟北京市的10所高校的学生啊，又进行了一次对话。那这次对话呢，当然也没有成功了啊。那么5月16号这一天，就是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在前一天，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啊，由于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所以原本举行的盛大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呢，就改在了首都国际机场啊，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欢迎仪式。那5月16号这一天的上午10点，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戈尔巴乔夫。那么这次会见对于邓小平来说啊，那应该说是他认为啊，是他自己外交生涯过程中间的巅峰啊，所以他非常看重这次跟戈尔巴乔夫的会面啊。在会面的过程中间，邓小平一开始就开始发表讲话，就讲啊，中苏在历史上啊，实际上是这个苏联人沙俄欺负中国人，在中国一共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然后包括中苏历史上的这么一个恩恩怨怨吧。他当时也提出来了，叫结束过去啊，开始未来。据说邓小平呢，在这次这个会见的过程中，原打算实际上是2个小时到12点钟结束，一直延迟到了12点半。当时在会见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之外就是人民大会堂之外，就是学生们的绝食的现场。当时已经有学生开始因为绝食导致身体不适，被那个救护车一遍一遍的拉走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历史的这种交错空间有的时候挺令人感慨的啊。那么这一天中午，这个严明富回到了统战部，而这个时候呢，周舵呢就也带着一些学生在统战部等着他。双方这个沟通未果的情况下周舵就给他提建议说你干脆到天安门广场直接跟学生进行沟通。当时这个严明富有一些犹豫，就说这有用吗？据周舵自己回忆说，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你何妨一试呢？更何况这还关乎你自己的历史定位所以后来严明富又请示了赵子阳，赵子阳就同意了。然后呢，就在当天的下午他们呢就在琢磨怎么去天安门广场，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都周围基本上都交通管制了嘛，你要想去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一开始打电话说想找一辆救护车去。但是后来人家卫生部门说，所有的救护车都去在抢救学生，根本不给他们派。后来他们在院子里找了一辆面包车，说在面包车里头装了几桶水，就是写的是紧急，然后说是给学生去送水，就用这样的一辆车把他们送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广场，严明富就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就是呼吁学生能够离开天安门广场结束绝食。那严明富他为什么特别想要学生
这个结束绝食啊，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了，就在5月13号那一天，他跟那些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就讲到了，就党内有一派一直主张对学生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那么如果学生要通过绝食的方式啊来逼迫党中央表态的话，最终一定会导致悲剧。所以严明富他在这个统战部这个系统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沟通学生跟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方案，但非常可惜啊，5月16号这一天，他的温情喊话也没有达到效果。在那样一场政治运动过程中，你会发现啊，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个人你自己虽然在现场能够打动学生，但是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个可决策的、可以约束学生的这么一个组织和对象，所以他的努力也变成了极其徒劳。5月17号这一天啊，严明富啊，据说又找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曹思源，原先当时四通研究所的所长嘛。然后呢，曹思源呢就也找来了一些学生，跟这个严明富共同在做最后的努力。因为这个时候啊，他们党内的高层都知道，实际上共产党内部已经有一派要准备在北京实行戒严了。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阻止学生们继续绝食下去的话，那么戒严一旦要是开始的话，那可能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曹思源呢，当时啊就找到了一些学生共同商量，说是搞了4点方案。这4点方案呢，就讲到说是由中央啊派一个人跟学生处理，不要在凡事啊都开会了、表决了，来不及了。其次呢，最主要的啊就是承认学生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第3就是保证不秋后算账。第4就是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广场。据曹思源说呢，当时他这个方案呢，与会的学生代表啊都同意了啊，然后都签了字，就把这东西交给了严明富。严明富呢看完之后觉得非常好，非常合适啊，然后他就说去到中南海请示。所以在5月17号的这天晚上，严明富就从当时的统战部啊就进了中南海。这些人就在现场等，一直等啊，等到凌晨2、3点，严明富才打电话过来说啊，这个中央不同意啊，你们都回家休息吧。但是关于曹思源的这段回忆啊，我在其他的史料中间我没有看到可以印证的内容啊，就比如说当时中共官方出台的一些官宣的这样一个资料，也包括其他人的回忆录啊，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与会的这些学生啊签名的这些学生都是哪些人，因为他自己说他回忆的时候记不是特别清楚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开始，一直到5月17号，严明富在这几天啊，一直在不停的试图沟通学生和当时的中央，啊，试图希望劝说学生能够主动结束绝食。但是呢，他的这个所有的努力啊，最终都没有成功。5月18号，李鹏代表党中央跟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见面，但是这次见面呢，实际上也是不欢而散啊。5月19号这一天，中共中央就宣布在北京进行戒严，那么整个8964啊，就朝着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在继续行进了。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的、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一场动乱。6·4之后啊，这个在6月19号这一天，这个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呢，邓小平也参加了，也包括把赵紫阳因为赵紫阳周围的这么几个人都参加了。除了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以外，还包括一些党内的老同志。那这个会议的过程中间，李鹏呢就代表了当时那个常委会做了总结，就控诉赵紫阳在整个6·4期间做的种种错误的行为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说一开始这个出台的这个处理意见呢，只是对赵紫阳呢要撤销他的党内职务，保留中央委员。但是呢，赵紫阳呢就在这个会议上要求发言，本来他不让他发言的。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自辩，自辩的结果就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赵紫阳当时的几个左膀右臂一个是胡启立，当时是政治局的常委，
还有一个就是严明富，还有一个叫芮杏文。这3个人呢，在会议上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严明富呢也顶不住了啊，就承认说他在5月16号那天到了广场上跟学生沟通，虽然经过了这个赵紫阳的批准，党中央的批准，也讲了一些错话啊等等。那89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啊，赵紫阳呢就被软禁在北京的富强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一直幽闭了10几年，最终呢离开了人世啊。而胡启立、严明富和芮杏文这几个赵紫阳的左膀右臂呢，都被撤销了党内的职务，就赋闲在家了。然后在1991年的时候，这3个人呢同时又都复出了啊。胡启立被安排到了好像是国家纪委当这个副部长，但他同时呢也是正部长级啊，因为他当时在89年的时候是政治局常委啊，还有当作是接班人来培养的。而严明富呢被安排到了民政部当这个副部长，后来又做了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严明富啊，后来在02年左右的彻底退休啊。退休之后呢，他身体不是特别好啊，据说是一开始得了重症肌无力，好了之后呢，又被怀疑得癌症，然后呢，这个身体啊这些年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他在退休之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他漫长一生过程中间的所经历的事情啊，写成了2本回忆录，就是《严明富回忆录》。这本书啊，他写了整整10年，写完之后呢，据说是被这个审查了2年，然后才出版的，在2015年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回忆录啊，主要讲述的都是在80年代之前的内容，80年代之后的内容就没有了。我猜啊，严明富啊一定写了第3部，也就是说讲述他在89年以及89年之后的岁月。但是呢，在审查的过程中间啊，肯定是没通过，不允许出版。中共啊，因为它的档案没有一个公开的制度啊，所以啊，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啊，你很难通过档案去复原。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有写作习惯的人也比较少啊，能够写回忆录的人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严明富啊所写的这个回忆录，它主要是跟苏联打交道的那个内容嘛，所以啊，对了解中共党史过程中间的一些非常关键的历史细节啊，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了，我们更希望有一天啊，严明富所写的他关于89年这个历史时期的他所经历的那些内容啊，那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场运动最终为什么以悲剧收场，那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返场再说几句啊。我刚才在节目中间主要讲的是严明富在89年中间的经历，接下来呢，我要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啊。我相信啊，所有经历过89事件的人，也包括后世啊研究89事件的学者啊，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89年事件最终以坦克上街、学生流血的方式收场啊，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一方面，中共党内的改革派遭到了血洗。另外一方面，学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啊，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在整个89学运的那50多天的时间里，有没有一个机会啊，让当时的学生跟中共改革内部的那个派别达成某种妥协呢？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啊，实际上试图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的。在5月13号，学生决定上街绝食之后，一直到5月18号，李鹏和学生代表之间这个对话之前，这5天的时间应该说是最佳的时间窗口。因为当时中共还没有决定戒严，还没有决定武力镇压，而党内的这个改革派啊，还有一定的发言权。但非常可惜啊，这个5天的窗口啊，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历史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啊疾驰而去了。那我们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当时你可以看到严明富他们当时也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啊，也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妥协的结果呢？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就当时这些学生啊，应该说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夜之间可以有几十万大学生上街去游行，甚至去不以自己这个生命为代价去绝食。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学生本身的这种组织的控制力也是非常弱的。
戴晴啊，在事后写的回忆录中间，他写了这么一个细节啊，在5月14号这一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劝说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因为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要访问中国嘛。他说，哪怕这些学生先撤到旁边的中山公园，把这一天让出来，让戈尔巴乔夫在天安门广场搞完这个欢迎的仪式，你再回来都可以。这些学者们苦口婆心的在劝说学生。他说着，有一个学生就上来抢过话筒，就开始喊民主、自由、鲜血、抗争，然后底下都是山呼海啸般的呼应啊。他说当时学生对那个喊口号学生的呼应的那个声浪啊，要超过这些学者们那些理性发言声浪的10倍。他当时的内心就觉得无限的悲凉，觉得这没办法斡旋了，没办法劝服了。就是学生已经被一种情绪所劫持，被那种感性的力量所劫持，理性的力量已经很难说服这些学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戴晴事后他还分析了另外一个原因。他说89事件为什么会失败呢？2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啊有一批人，他就是认为哪怕不惜镇压学生，也要维持共产党的既定的权力格局。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学生内部也有一批人是把这些绝食的学生放到广场当作人质，当作他们向中共高层索要各种资源和条件的这么一个人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个看法。他说这些学生实际上也是运动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怎么评价就是这个看法啊，因为将来可能随着更多的历史资料的披露啊，可能会有更多的史料让大家来研究。但我看严明富的这个回忆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触动我，就是在5月16号这一天，当时严明富决定去天安门广场去劝服学生的时候，周舵回忆啊，他离开这个统战部大楼的时候啊，人们是夹道欢送啊。有一种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样一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严明富曾经动情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在今天，我就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纳吉布拉吧。但可惜啊，最终严明富啊到广场也并没有劝服学生。他虽然的这个命运呢，也像匈牙利事件一样失败了，但最终也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我想啊，在89年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细节中间，所有为曾经想要和平解决这些事件中间的人的努力，都应该值得被铭记。因为最后的悲剧对这个国家是个灾难，对每一个经历者也都是个灾难。所以我经常讲，政治实际上是个妥协的艺术。那么试图能够这个记录下来，在那场运动中间，试图能够通过妥协解决这场运动的那个所有的努力，如果我们把它仔细记录下来之后，就会成为89事件过程中间的另一种遗产。因为前一种遗产大家都知道，是那些学生啊不畏强权，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走上街头，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而后一种，我认为也是这场运动中间宝贵的资产。我相信啊，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早晚有一天还会再来。那么对于将来再出现的街头运动、民主化运动来讲，我相信啊，如果他要是想成功的话，他就必须从89事件过程中间要吸取经验和教训。所谓教训，就是当时啊那种不妥协最终导致的悲剧；所谓经验，就是看到当时那些曾经想要沟通努力，然后达成妥协的这些人的努力嘛。或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期节目的价值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